哎呀，哼，哎嘿，哎嘿嘿，你不是想告诉我，你真的爱上那个小妖精了吧？楚留香啊，楚留香，啊，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相信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什么样子啊？哎呀，说不出来啊。总之，我一看见你这样子就很生气。说真的，你不会真的为了找他要放弃一切，为了他要牺牲一切吧？就算你可以不顾一切，但你总不能连朋友都不要了吧？好，你不用说。就算你可以放弃一切，但你一定不会放弃你朋友。我说的对吧？啊？否则你又怎么会辛辛苦苦的来找我呢？对吧？老叔叔，你最好别忘记，其实你除了我之外，你还有很多其他朋友，他们天天都在等着你，甚至都比我更关心你。你明白的？我明白。哼，那我看你不明白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去，可能就回不来了？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哎呀，你用不着骗我。那些人的传说我也听说过。这个世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可怕。哎呀，老周虫啊，因为石观音、水母音姬，还有薛衣人，他们无论多么厉害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一家人，个个神机妙算，武功高强。可怕吧？你都说是传说了，而且又没有人可以证明啊！哎，就是因为没人证明，所以才更可怕呀！那个不知道什么山洞里究竟有什么机关，还有什么埋伏？什么山洞，我都能够去，而且都能够全身而退，不是吗？哎，那倒也是啊，谁让你是老抽虫呢？喂，你非去不可。是。你为他这么做，真的值得吗？值得。好，我胡大侠就陪你去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但那山洞，如果去了，或许就再也出不来了。你还是要去？去，上桥！哎，不管在那个山洞里，有的是人是鬼，还是神，你都要去？哎呀，管他有人有神还是有鬼啊！除非里面没有酒喝，要不然我胡大侠一定会陪你去的。好，今儿我们两兄弟一起去打破他的鬼传说。哇，没酒了，小二，哎，客官，再打2坛女儿红，我要带走。好嘞，不能没酒喝的。你确定他们的洞穴就在这附近？应该就在这附近，绝对错不了。这个洞穴也真太难找了。好，当我没说，继续找。有人。
喂，这附近有没有山洞啊？我来问他。嘿嘿，那你问吧。嘿嘿嘿嘿。那天晚上你怎么忽然不见了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拦我的路？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根本就没见过你。那只勾魂的断手，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是的，我不认得你。但我认得你，你叫艾青。我也不认识艾青。闪开！喂，哎呀！你们跟着我干什么？我只想再问你几个问题。好，问吧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直都在这儿，这些年我从未下过山。你没下过山？那万福万寿园呢？那是什么地方？你真的没有去过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也许我认错人了。不好意思，可能真的认错人了。我朋友啊，有很多红颜知己的。哎，姑娘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山洞啊？你们根本就不应该到这儿来，那天也不应该去什么万福万寿园。那天蚂蚁老人夫妇出现后，张杰杰就突然失踪了，想必就是被他们抓走的。要不然，他又怎么会忍心不辞而别呢？而且一别之后全无消息。老瞅瞅，我敢肯定，山洞就在附近。啊，胡大侠果然聪明过人呐，在下自叹不如，佩服佩服。看我的！你们从哪里来，最好回哪里去。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啊？这根本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。我是凡人，那你们是不是人啊？我们不是。你们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你们既不该来，更不该问。我们来了，而且问过了。既来了，就不必再回去。我并没有想走啊。胡大侠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我现在知道，你们果然不是人，你们是陀螺。你们打了我的脚，好，我和你们一起转。干嘛？怎么这么慢呢？转快点儿！怎么不转了？我帮你们转。打了我的脚啊！哼，就得死！哼！哼，又来两个。
也好。这是你打的？我哪知道？我打了很多掌，我也打了很多掌啊！不管了，带他回去。为什么要带他回去？这人绝不是无意间闯进来的，所以要带他回去，问个清楚。对，走。老周周，你在哪里啊？难道你自己进山洞里去了吗？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？喂，这山这么大，我上哪儿去找你啊？喂，老周周，听见没有啊？难道这个地方真的会有神？究竟那个圣坛在哪里？第一步，在这儿等，等到有人单独进来的时候，用最快的手法制住他。第二步，换上他的衣服，再用最简单的易容术改变一下容貌，然后就混出去。第三步，那圣坛既然是他们最重视的地方，想必在这山窟中的心脏地带，圣坛外一定会有些明显的标志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难道也是他们的一家人？那你一定知道张杰杰在哪里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秘密不会告诉我，但我只希望你告诉我圣坛在哪里。他不能告诉我，也不能为我做任何事。这可能已经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。既然是圣坛，总该有些特别的地方。
站住！你们好，你好，吃过饭没有啊？刚吃完。吃的什么啊？肉肉，是猪肉还是牛肉啊？都不是，是人肉。想溜进这里的人的肉，哈哈，那肯定很难吃。不是我们的人，追！根本不必追，在那里等着我就行了，等着我自己倒下去，我就像深陷迷宫，永远跑不出去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不如碰碰运气，先进门再说。楚留香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居然敢到这里来，你还想不想活着出去啊？我刚才假装不认得你，你就应该明白我的意思，为什么还不走啊？笨得像猪一样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只是我非来不可。为什么？难道你是为了要来见我？看来不是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。爱卿，上次你为什么要走，又为什么要杀我呢？没错，上次我的的确确是想要杀你的。可是后来呢？后来我还是在骗你。那次我突然失踪，并没有什么人逼我走，是我自己溜走的。无论如何，你今天总算是救了我。我救你，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傻，明明上了别人的当，还在自作聪明。爱卿，你可以告诉我圣坛在哪里吗？圣坛？你想去圣坛？对，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找一个人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到圣坛去？不知道。快死的人。如果你现在出去，还有活着的希望。若你一定要到圣坛去，就非死不可了。就算必死无疑，我也非去不可。你真的要去？好吧，那我带你去。我本来是想救你一命的，可是你真的要去，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了。我明明点住了他的穴道，把他关进了千秋屋里，他怎么会逃到这里来的？这句话你不该问我。我不问你，问谁？刚才是不是你带13郎进的千秋屋？没错，13郎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这个人的武功根本不可能击倒13郎，更何况我早已点住了他的穴道。也许他的穴道已经被人解开了。然后2个人再一起对付13郎。
你的意思是说谁？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只是说，这件事只有一种可能而已。难道你会认为小红会帮着这个人逃走？这句话你不该问我，你自己也应该想得到。小红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小红最近经常出去采购粮食，而且这个人是个很英俊的少年，好像还很不老实。就是说他们两个早已有了私情，他到这里来本就是为了找小红，所以小红才会冒险去救他。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就算你说了，也根本没有办法证明。你还不承认？你让我承认什么？你敢动我？你忘了我是什么地方的人？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你们也没有办法治我的罪，尤其是你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在恨我，妒忌我。在外面，你可以借故砍掉我一只手臂，可现在我是里面的人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就算我不能对付你，但是总有人可以对付你。你敢跟我到里面去对峙？去就去，反正事实俱在，你狡辩也没有用。来人，抓住艾青这个叛徒，上刑具！恭请圣女。把混进来的陌生人和叛徒都给我带上来。艾青，你身为神前的私花女，你知道违背教规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吧？护法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还在狡辩。那天你去河边打水，不就是想把楚留香引过来吗？不是护法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。休在这儿狡辩！来人，血刑伺候！护法，护法，血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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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护法，我没有啊！护法，放开我！护法，我没有啊！护法。
我想你应该还记得我说的话。你能够到这里，你就会知道一切。你什么时候变成木头人了？刚才。刚才你看见我的时候，却故意装作不认识我，岂非也是个木头人吗？我不是木头人，我是神。神？你不相信？我实在看不出来你有哪点像神的样子。那只因我现在已经变成人了。那从什么时候起你又变成人了呢？就是刚才你将我的面具掀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又变成人了。我实在不懂，非但不懂，而且越来越糊涂了。你慢慢就会懂的。酒是从波斯来的酒，菜也是你们喜欢吃的菜。对呀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鱼翅呢。你们早就知道我会来到这里。楚香帅要去什么地方，是没有人能够阻拦得了的。你知道我是楚留香，让我来解开你的疑惑吧。第一，张杰杰就是我的女儿。第二，要杀你的人也是我。是你？你既然要杀我，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我们的确是一个很神秘的家族，没有人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，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找回我们的家乡。我们信奉的也是神秘、奇异的宗教，源流来自天边，和波斯的拜火教，也就是你们中土的佛教很相似。我们崇敬的神也是我们教中的圣女，圣女也是从我们教中的处女中选出来的。上一代的圣女选中了我们的继承人，也就是她，我的女儿。不管是谁被选中为圣女，她都要为我们家族的宗教牺牲，既不能有凡人的生活，更不能有凡人的感情。不管是谁被选中为圣女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事实，除非从外面来的陌生人能够进入圣坛，揭开他脸上那象征着圣灵和神力的面具。可是
多少年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。所以这个法令就等于形同虚设。10几代的圣女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们终生寂寞孤独的厄运。就像外人看来，也许作为圣女是一种光荣，可是我知道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一样，能够这么近的接近上一代的圣女。只有我看到，他们从夜里醒来的时候，因为寂寞孤独，都快发疯的样子，甚至要拿针刺他们的身体，刺得血流不止。我怎么忍心让我的女儿再受这样的痛苦？自从我生了她以后，我就做了一个教里的护法。可是，就是这样，我也不能改变她的命运，除非上天能赐给我一个外来的陌生人，能够揭开他这可怕的面具。所以就想到了我，让他去找我，是不是？是的。那为什么又让他去杀我？有2个原因。哦，因为你是一个很好奇、很愿意冒险的人。如果我要是让你这样进来的话，你当然不肯，因为你们之间并没有感情。所以，我只有想尽种种方法勾起你的好奇心，让你们有机会接触，让你们慢慢的发生感情。那你那么肯定，我们一定会发生感情？像我女儿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没有男人喜欢她呢？那倒也是，天底下没有几个男人会不喜欢她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也没有女人会不喜欢你的。哼，真会拍马屁，快吃你的鱼翅吧。他说的也没错，要是我晚生30年，也许也会喜欢上你。你现在不是也很喜欢他？我看你啊，是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啊。是啊，人与人之间就像磁铁一样，遇到一起就很难分开。这也许大概就是人们说的缘分吧。你刚才说有2个原因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？是的，我刚才说，无论谁进到这里，都比登天还难。虽然我听说过你的名声，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你。所以你就要考考我，是不是？我是要考考你，我想考考你的武功和机智，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高？是不是有资格做我的女婿？那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我被你烤死了呢？
人生啊，谁都难免一死，是不是？只是有件事情我还不明白，为何你要砍断爱红的手呢？爱红的手，不是我砍断的，是爱卿砍断的。你们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本教的规矩，我想你们很清楚，你们就看着办吧。在我们家族里头，在这个洞里面，每一个人要完成他的任务，都会不择手段的。真想不到，你们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我亲手安排的。听说你的人都失败了。是啊，他们几个都是武林界的顶尖高手，不是他们无能，而是楚留香太厉害了。今天晚上，我会派人把楚留香引到你的府上。要是你家姑娘能看上他，那是他的造化。不妨让他解除你姑娘的顽疾，这样你们父女俩也可以安享天伦之乐呀。好，我马上安排下去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果然没有令我失望，所以我那天晚上才会去见你，然后再叫爱卿和爱红在外面接应你。我算准了，你一定会到这里来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出个道理来。你可以问。就是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你选中了我呢？选中你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看的男人，会很讨女人的欢心，而且你的武功和你的机智在江湖中是没有人能比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还是个单身汉，我相信每个老太太要是挑女婿的话，都一定会挑中你。这些原因还不是最重要的。哦，我挑中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你做了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。我一直都在想法子报答你。我做了让你很高兴的事，是什么事啊？你替我杀了石观音。你跟他有仇？石观音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抢别人的丈夫和情人，她简直不是人。现在你都明白了吧？好了，有好几天
你们都没见面呢，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我也就知趣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刚才有没有听见那些人发出的欢呼声？你知不知道那些欢呼声代表什么意思？那些欢呼声的意思，就是说，他们已经承认我们是夫妻，已经接受你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份子。所以什么？成为这家族中的一份子，就永远休想脱离这里。你是说，我们永远离不开这里了？永远不能。只是，假如你真的想走，也并不是绝对没有法子可想的。难道还有别的法子？有一个法子，正因为你是我的丈夫，所以你才会成为这个家族中的一份子。假如我死了，你就不再是这家族中的人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假若你死了，我就不是这家族中的一份子，我就可以离开了，是不是？正是。假若你活得不开心，我宁愿去死。那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：我最开心的时候，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明白吗？老臭虫，你究竟在哪里啊？我为了等你，等到花儿都谢了，我也变老了，胡子也长长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出来？我现在连酒都没得喝，我好闷呐！你好像瘦了，还是瘦一点好。我本来担心我会变胖的。你说的话好像也比从前少了一些。你难道希望我变成那种特别多嘴的长舌妇？你来这里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段时间过得特别长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
我知道你是过不惯这种生活的，所以才会变。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忍受不下去的。谁说的？在这个世上，还有谁比我更接近你？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我怎么会看不出呢？我当然也能看出来，你很喜欢我，正如我很喜欢你一样。所以，我才希望能留住你，希望你在这里能够和以前一样的快乐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想的没有错，现在才知道错了，而且错得很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本就没有人能独占你。我不懂。你应该懂，因为除了我之外，这世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。我虽然不愿意离开你，他们也同样不能离开你。你是说我那些朋友吗？除了你那些朋友，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。什么人？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，需要你去为他们解决困难和痛苦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应该为了别人而活着？无论谁活在这个世上，都应该活得有意义、有乐趣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有的人一生当中，只有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他的生活才会变得有意义、有乐趣，否则他的生命就会变得毫无价值。你觉得我是那种人？你难道不是吗？女人都是自私的，我本来也希望能够完全占有你，可是这样下去，你渐渐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变得不再是楚留香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说不定我也就不再喜欢你了。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等到那一天呢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让你走，因为你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应该太自私，用你的终生痛苦来换取我的幸福。也许这只不过是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懂得真正的爱是绝对不能太自私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把你留在这里。为什么不能？有很多女人，不都是一个人留在家里吗？若非如此，这个世上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英雄和名将？况且，我想我也不再是一个人了。你走后，会有人陪我的。
是说，难道你怀了我的孩子？正因为我有了你的孩子，所以你才能放心的走啊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逃出去呢？这些天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暗中查看，想找出路逃出去？是啊。那，你找到没有？没有。你本就找不到，因为这里只有2条路。第一条路是在议事大厅，那里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但却没有人敢随意出入，因为那里不分昼夜，都有族中的10大长老在看守着。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休想从那些长老的手下逃走。第2条路，却只有一个人知道。谁？我的母亲。所以，我若去求她放你走，她也许会答应。是让我们2个一起走。我当然也希望是这样。无论如何，我总应该去试一下。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，可是，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幸福呢？娘，你们是不是要走？我们是要走，求你老人家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你已经打定主意了？是。好，我放你们走。可是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杀了我！娘，你要是不杀我，我就杀了他。你难道没有告诉他，他现在已经是本族圣女的丈夫？若还想走，就得死。但现在已没有人能杀得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，我已经决定要这孩子做我们的圣女，谁也不能杀了圣父。你怎么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男还是女？我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所以，我还是能杀他。你这孩子未必是女的。那假如是女的呢？我已不再圣洁无瑕，也不再是本教圣女，但我仍然有权选择谁来继承我，是不是？是。
本教中的一切经典规矩，只有你一个人有权解释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么，我的孩子只要一生出来，立刻就是圣女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她立刻也就成了圣父，是不是？是。圣父也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无论谁伤害了圣父，都必遭天诛，万劫不复。这也是经典中记载的规矩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看，我对这些经典和规矩，岂非也熟知得很？所以，你从中找出了这弱点，以我们的矛攻我们的盾。我本也不想这么做的，只可惜，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。是啊，这个法子的确是很巧妙，只不过，能第一个想出这个法子的人，并不是你。是谁？是我。是我想出了这个办法，你的父亲才能走。那个时候，本教的圣女是我很好的姐妹，我求她选你作为她的继承人，这样你的父亲才能走。他为什么要走？他觉得这个地方像地狱，他要出去寻找好的生活。你答应了他？我答应了他，他没有回来，永远都没有回来。可是我后来才知道，他一出去就遇上了一个像毒蛇一样的女人，从此忘了我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，可是石观音？是的，最后连你父亲也死在了她的手上。那，你为什么不去替她复仇？我不能去，也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族里的规矩，一旦这个人出去了，就和这个族里没有关系了。不管他发生什么事，都跟我们家族无关。就算他死在了路上，我们也不能去为他守尸。无论如何，他总算是出去了。你是不是也要我放楚留香走？娘，我求你了。难道你想过我这样的日子？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你要是放他走了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，绝不会，因为不是他自己要走的，是我要让他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在外面会有很多人需要他，他在外面也一定比在这里觉得快乐得多。可是你自己，我若将他留在身边，也许会觉得比较快乐。可是我若让他走，
也许会有1000个、10000个人觉得快乐。一个人快乐，总不如1000个、10000个人快乐来得好，不是吗？你难道就没有替你自己想一想吗？爱是牺牲，不是占有。只要他快乐，我就觉得快乐。否则，我即便将他留在身边，也同样会觉得很痛苦。更何况，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，我只要全心全意的好好的照顾他，我就一定不会觉得寂寞。那你是认为我没有全心全意的照顾你吗？你本可以做得更好的，只可惜，只可惜什么？只可惜你的仇恨和痛苦埋得太深了。你若真的希望我快乐，你就该让他走。他不是我的父亲，他是另外一个人。你为什么要将你内心的仇恨转嫁到他的身上呢？好，我让他走。不过，他必须走你父亲从前走过的那条路，你们别无选择。哪条路？天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走那条路？你难道忘了，这个族里的人，不管是谁，要离开这里，只有那一条路好走。现在他已经是族里的一员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早上我亲自为他送行。我相信他，明天一定能够走出去的。怎么了？身体不适吗？你跟你母亲谈过了，她肯不肯放我们一起走？他同意了。不过什么？他说了，只要是这个家族的人，无论谁想离开，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天梯。天梯？不错。天梯究竟是条什么样的路啊？那也许是这世上最可怕的一条路。一个没有勇气的人，是绝对不敢去走的。我想，他让你去走这条路，为的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哪种勇气？自己做判断，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和命运的勇气。决定生死和命运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勇气，恐怕很难走这样的路。不错，一个人在热血澎湃、情感激动的时候，往往会不顾一切，甚至不惜一死。
但其实这并不难。但若是要自己来判断自己的生死，那就完全是两回事。所以，我曾看过很多人，虽然已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，但若真的走上了天梯，却往往会改变主意，临时退缩下来，宁愿被别人看不起。这天梯上面究竟有什么？有2扇门，一扇通向外面，是活路。那么另外一条一定是死路了。不是死路，是根本就没有路。门外就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，一脚踏下去，就万劫不复了。没有人知道哪扇门外是活路，你自己可以去选择打开哪扇门，但是门一旦打开，你就非走不可了。看来选择这条路，不但需要勇气，而且还需要运气。可是，你的运气一向都很好，不是吗？所以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希望你出去以后，能找一个风景如画、四季如春的地方，盖一间草屋，养几匹白马。等以后我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找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快乐的生活。以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不和我一起走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下一代圣女还在我的肚子里，我怎么能走？你真的打算叫我一个人走？不错。你以为我一个人走会开心吗？你以为我肯把你和孩子留在这里，留在这个鬼地方，过一辈子？那你就错了。我哪里错了？很多点。我们绝不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。过阵子，即使我们想留在这里，这地方也已经不存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祖先之所以会住到这个地方来，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太多的打击和折磨，因而变得愤世嫉俗、古怪孤僻。他们也知道别的人看不惯他们，他们也看不惯别的人，所以他们才选择到这里，孤独终老，与世隔绝。可是这世界是一天天在变的，人的想法也是一天天在变。上一代人的想法和下一代人毕竟有很大的差距。现在上一代的人已经死了，走了，下一代的人还留在这里，是因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某种恐惧，他们生怕到了外面，在那样的环境生存不下去，无法适应。他们错了。一个人只要肯努力的话，一定有法子可以生存下去。
他们当然错了。所以，等他们渐渐想通这个道理以后，我想，就没有任何的规矩可以约束他们，他们也不会再待在这个牢狱一般的地方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这个地方也就不会存在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来临呢？快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定可以看到这一天的。你保证？是的，因为我会尽我的力量，让他们明白，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残酷和可怕。一个人若想要活得幸福，就需要拿出一些勇气。这不但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应尽的义务。毕竟，他们也是我的兄弟姐妹。所以你一定要留下来。每个人活着都要有目的，有意义。我现在就算能跟你一起走，也未必就过得快乐，因为我没有尽到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我活的这一生，岂不是变得毫无价值，全无意义？我明白了。正因为你跟我是一样的人，从来不会忘记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，所以你才要走，而且非走不可。即使你强迫你自己留下来，也许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废物，甚至变成一个死人。我喜欢的是你，不是一个死人，故此我不希望你改变。所以你即使为了我，也一定要走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你。这世上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，无论是夫妻，是兄弟，还是朋友。更何况女人天生就不是被人了解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是可以肯定的。什么事？就是我以前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，而且我保证以后也绝对不会遇到像你这样的人。所以你一定会永远永远想着我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是。这就足够了。所以你出去以后，一定要找到一个四季如春、风景如画的地方，盖一间草屋，养几匹白马。等到以后，我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找你，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你要记得，这是我们的约定哦。楚留香，你是选择留下，还是走？我
我不会留下。来人，把爱红带上来。是。对不起。你待我一直都像亲姐妹一样亲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。昨天晚上，我听到了你和护法的谈话，我希望你能得到幸福，所以我决定去为你试天梯。我会选择右边，如果我没有回来，就证明我是错的。你们能够想到，让爱红去天梯探路，难道就没有想过我早有防备吗？来人，把丝花女放开！慢！我要带她回圣坛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。你一定会走出去的，因为在外面还有那么多真心为你付出的人。还有，你要记得答应我的事哦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为了我们的约定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。你若是真的对他好，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呢？因为他也不愿意我这么做。你真的认为他想要你走吗？你以为不是？你就这么相信女人？我是她母亲，我也是女人，我比你更了解她。她要你走，只不过是她伤透了心；她要你走，只不过是她永远不想再见到你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你这么做只不过希望他恨我，我也恨他，希望我们跟你们一样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女儿的遭遇绝对不会和你一样，因为我一定会为她好好活下去，她也会为我好好的活着。不管怎么样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替我好好照顾她。好。
你现在已经后悔了吧？后悔什么？后悔你本就不该来。没有人逼你来，也没有人逼你走。但这些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我活过，来过，爱过。无论对任何人来说，这些都已经足够了。